提到新加坡，很多人脑海中的第一印象就是成功。这个国家虽小，但创下了令人羡慕的成绩，人均 GDP 已经超过8.8万美元，预期寿命约83岁，比美国和英国都更长。不仅如此，新加坡的政府治理与法治指数几乎接近满分，其社会秩序和政策执行力堪称世界典范。这就是所谓的新加坡模式，一个被认为值得全球学习甚至照抄的治理模板。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新加坡模式这么好，为什么它对大多数国家却并不友好？为什么90%的国家学着照抄却总是翻车？这不仅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复杂的问题，也是今天视频的核心。我们要揭示什么是新加坡模式，为什么大多数国家无法复制，以及它背后的成功密码是什么。新加坡模式并不是单一的政策，而是整个国家治理系统长期稳定协作的结果。这套模式由4个关键因素组成：集权高效的政府强法治环境、国家主导战略以及社会行为高度配合。新加坡不仅是政府治理能力强，更重要的是社会和文化系统与技术治理系统的无缝连接，这种协同性和可预测性极为罕见。为什么它如此成功？我们从数据来感受。不仅经济上取得突破，人均 GDP 位居世界前列，在社会发展指标上，如预期寿命和安全指数，也领先许多传统发达国家。同时，这里的政策执行效率高得令人咂舌，从公共住房到治安控制，再到社会契约的贯彻，新加坡政府几乎可以用机械化和制度化来形容。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此成功的模式却始终难以被其他国家学习。它的本质并不仅仅是某些政策看起来先进，而是对社会地理文化资源的条件依赖。这一点是90%的照抄国家所不具备的。新加坡的模式难以复制，是因为它建立在独特的条件之上。首先，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土地面积仅697平方公里，人口约540万。这种小规模和高密度的社会使政策推行更为高效，这在面积大、人口多的国家难以实现。此外，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贸易通道为其开放型经济提供了先天优势。新加坡许多制度的成功不仅依赖政策，也依赖文化与结构的协作。比如80%以上人口居住在政府建造的公共住房，这需要社会对长期租售制度的接受。其他如香港等地区，因土地资源紧张、社会结构差异，难以实现类似政策。新加坡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使得长期规划得以快速推进，这在强调多党制衡的国家难以复制。加之新加坡公民对规则的认同度极高，违规会带来严重后果，这种规则意识使其制度得以执行，而其他国家常因文化阻力失败。简而言之，新加坡的成功是地理、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综合作用的结果。换个国家照搬只会导致失败。为了更清楚地看懂为何条件错配会导致失败，我们来看2个案例：住房制度和公积金制度。新加坡的惠补政策几乎解决了大部分居民的住房问题，80%以上的居民住在公共住房，这依赖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强力调控以及长期租售方式的实施。由于社会容量经济结构和文化行为的匹配，这种模式在新加坡行之有效。然而，像香港这样的地区，虽地小人多，却因土地资源无法调控，市场价格过高，政策执行受限。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私有房产文化根深蒂固，公共住房政策同样难以复制。公积金制度凭借强制储蓄机制，为新加坡积累了长期的资金池，用以支持养老住房等公共领域发展。但在社会信用体系较弱、法律执行力薄弱的国家，公民对强制储蓄天然抵制，政府难以维系资金链稳定，可能导致制度崩塌，甚至社会反抗。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政策的成功不仅是设计的问题，更在于社会基础能否支撑。条件错配就是照搬失败的核心原因。新加坡模式并不是一套可以单独复刻的万能公式，而是一个极度依赖条件的复杂治理系统。这套系统不仅要求政策内部的协同性，还包括社会文化、法律环境、地理条件等外部因素的全面整合。那些试图照抄新加坡的国家，总是因为自身条件不匹配，最终落得翻车的结局。这些失败案例反复证明，新加坡模式的核心不是政策本身，而是可控条件下的系统协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从中学习。在条件不同的情况下，照搬制度显然行不通。但新加坡对规则的坚持、对政策的长期规划，以及对社会契约的重视，是值得任何国家从逻辑层面去思考的。新加坡模式代表着一种成功，但它能否被学习，关键不在于我们模仿什么，而是我们具备什么样的底层条件。对于你所在的城市或国家，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该学的是具体的制度形式，还是底层逻辑？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在局限中找到适配自己的道路。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让你看到了新加坡模式成功背后的答案，或者对如何学习和反思国家治理有新的启发，请点个赞，同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我们一起探索更多关于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和故事。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今天的内容到此为止，我们下期再见。